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仙女说车班。那我是齐平。我是咖啡。上一集啊，我们有探讨了下三轮的脉轮，帮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稳定我们的内在基础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试用过的呢？一些饮食啊，还有水晶来调整。今天我们要再往上走，去聊聊上三轮还有心轮。这些脉轮啊，不仅是影响我们的心灵成长，也关系到我们的灵性发展。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。接下来聊的是脉轮系统的一个核心，也是一个桥梁。第四脉轮心轮，心轮呢，它是位在我们胸口的中央，它的颜色啊是绿色，它的符号啊是12瓣的莲花。心轮啊是我们的爱的中心，心轮啊就像是一个灵性的一个中心点，它是承上启下，然后跟内跟外能量的交汇处哦。所以它的任务啊，就是去整合并平衡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不同的面向。灵性啊，它还有物质的一个都会在此处交融，然后会带来一些圆满的感受。这样的整合的过程中啊，会为我们种下一些内在和平的种子。它负责情感的流动。看一看，像在心轮啊，可能会跟哪些议题有关呢？那是跟爱有关吗？没错，因为心脏是跟爱有关，所以心轮的议题啊，就是会跟我们感受到爱啊、宽容啊，还有同理心有关哦。当心轮平衡的时候啊，我们不仅会爱自己，还能很真诚的去爱他人，会拥有强大的一个包容力哦。对啊，所以心轮其实就是爱的源头嘛，是灵性跟物质的完美结合。那爱的能量呢，就是从这里一直往外延伸，贯穿一切，带来稳定又延续的力量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爱呢想成一种结合的能量，那把生命中的每一个基石都连结在一起，使存在充满活力和和谐哦。对啊，所以当心轮失衡的时候啊，然后就会容易感到一些孤独啊，或是有可能会感到情绪低落，因为会觉得无法去接纳他人，甚至你会对自己很多的批判，你会对自己不够的温柔。在身体上来说啊，心轮的失调会引起一些像高血压啦、心脏病啊，或是一些肺部的一些问题，它会让我们的呼吸会变得比较不顺畅。开启心轮呢，不仅是需要技巧，也需要深刻的理解。首先呢，我们就要从关系的角度呢来看待这个世界，去理解什么样的因素让彼此相连，并保持这样子的连结，包括我们和他人，还有其他周遭环境的关系。开放心轮呢，就意味着我们找到身与心、内在与外在、自我与他人、付出与接受之间的平衡。这时候呢，我们需要超越小我，放手交托给更大的智慧和力量，学会调节呼吸，同样很重要哦。因为呼吸是我们转换身心的一个工具，更是开启心轮的钥匙。没错，它真的很重要。在饮食这边来说啊，绿色的食物就是心轮的良药，它特别适合心轮。像有哪些是绿色食物呢？像有绿色的蔬菜啊，然后或是洛梨啊，或是绿茶啊，这我些有超爱绿茶的。哦，我自己也很爱喝洛梨，或是吃一些绿色蔬菜，所以这些都是很棒，可以去平衡我们心轮的能量，帮助我们啊感到内在的平衡，还有增强我们爱的力量哦。再来说到水晶，当然是跟绿色有关，绿色水晶有哪些呢？我知道，绿幽灵，我最喜欢的绿幽灵。没错没错，绿幽灵，还有猜猜看还有哪些呢？阿嬷戴的翡翠。对，没错，阿嬷戴的翡翠，还有啊祖母绿啊，或是东尼玉啊，这些绿色水晶。卡比，你知道还有哪些适合心轮吗？我猜的话，我会猜粉晶，因为粉晶粉粉的就跟爱我们的心很像。对，粉晶的话也很适合心轮，另外还有紫锂灰也是哦。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疗愈内在小孩啊，或是跟爱自己有关的议题啊，粉晶就是一个很好一个入手，然后并且它的效用是最大的一个水晶。粉晶呢也很适合戴在身上，它可以协助我们去修复人际关系中的一些困难啊，或是促进我们的亲密关系。对，像有些人啊想要增加贵人运或是一些爱情运的时候啊，他们就会很常佩戴粉晶。当我们进入第四脉轮，也就是我们心轮的时候啊，体验爱的纯粹喜悦就很重要哦。你知道怎么样邀请爱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吗？爱自己吗？还是对，最重要的就是先从爱自己开始。爱是每一个人呢都渴望也需要的。通常我们都会被那些让我们自己感到安全并欣赏我们的人吸引。当我们开始爱自己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时候，然后也接受自己值得被爱的时候，心轮的能量场也会跟着扩张。爱你的人呢，即使你没做什么，他们也会自然的被你吸引。
你就会感到心里的平静，开始对周遭的人呢有同理心啊，试着连结和理解，内在的疗愈的力量也会自然的涌现，让我们深刻的理解到我和万物一体的真谛，就像菩萨一样啊，他不会独自的选择解脱，而是留在我们这样的世间上，帮助更多人找到他们的开悟跟觉醒。那在我们个人的成长道路上面啊，当我们付出很多时间跟爱去疗愈别人，等于在平衡灵性和物质的需求，让我们自我呢和他人共同前行。没错，因为像很多时候啊，在我们疗愈个案的同时啊，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帮自己是同时做疗愈。然后像我们付出爱的能量的时候啊，不管是透过一个温暖的赞美，或是一个同理的理解，或是细心的照顾，那它都可以引发类似的爱的回馈哦。那像心轮失衡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跟自己说：我爱我自己，我是被爱且充满爱的。这些话都很重要，都可以时刻跟自己说。接下来啊，来探讨的是喉轮。喉轮它是在我们喉咙的位置，在脖子啊，还有肩膀的这一带。喉轮的颜色啊，它是很明亮的天蓝色，符号啊是16瓣莲花。你们猜猜看，它主要掌控是哪里呢？在喉咙的位置，讲话表达就是沟通啊，表达能力。它对应的啊，就是我们的甲状腺。那第5脉轮呢，它也是我们的沟通的中心。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声音的震动啊，来自我表达，还有一些创造力。它可以让我们去接收来自内在还有外界的信息。那这里啊，我们也可以说它也是创造的一个核心。它可以将旧有的观念啊，重新转化为一个全新的思维。第5脉轮呢，它还有一个特质，包含的是倾听、表达、书写、吟诵，就是唱诵。那任何有跟声音有关啊，或是跟语言有关的能力啊，它都会在这里展现哦。这个脉轮的核心啊，就是在于我们是否能跟周围的振动频率同步。一旦失去了这样的振动频率连接的时候呢，就很难感受到自己跟世界的连接。那缺乏了这份连接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是会感觉那个卡卡的，或者讲话沟通上面好像不知道怎么说这样子。当我们没有办法跟对方沟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会把自己孤立起来啊，或是隔绝起来，那就没有办法去释放我们内心的委屈，让我们与滋养内心的能量就会逐渐的脱节。那像印度教，他相信啊，声音孕育了万物，而沟通呢，维系了生命。无论语言、化学、心智，还有电子讯息的讯号的一个交流呢，沟通其实都是站在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桥梁。没有它，其实生命也很难延续下去，不管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的精神。当喉轮平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自如的表达我们内心的想法，像我们现在一样，也能清楚的和他人互动。但是我们的喉轮呢失衡的时候呢，会让我们很难以开口表达自己。过于活跃呢，还容易言多必失，然后话语可能就会欠缺思考哦。像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很委屈的部分，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有流行一句话：宝宝心里苦啊，但宝宝不说。因为宝宝喉咙不顺啊。喉轮失衡啊，就会发现喉咙上面的一个不舒服的状态，或是有可能会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，甚至啊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肩颈很紧绷的一个状态哦。尤其啊，像长期去压抑自己感受的人，喉轮容易去失衡。我们可以借着吃水果啊，来帮忙调我们喉轮的状况哦。因为水果啊，其实在身体里面消化的速度是非常的快，能迅速的把能量呢向上带到更高的脉轮。其实就像帮自己插上高频连接的翅膀，而蓝色的食物呢，又特别的适合我们的喉轮哦，例如蓝莓啊、紫菜啊和薄荷茶。其实它都是天然的喉轮清道夫，可以帮我们的喉咙呢做一个小小的 SPA，让我们的表达更顺畅啊，然后说话更有力量哦。像水晶的部分呢，我们就会推荐是拉长石，或是绿松石，或像是海蓝宝，或像天青石、蓝纹玛瑙，还有拉尼玛这一些蓝色的水晶，协助我们清晰的去表达，让我们的沟通啊更有自信的，那也可以增强我们沟通的稳定性哦。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平衡我们的喉轮。当喉轮失衡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对自己说，我的沟通都能被清楚的聆听，我能用最精准的言语来支持他人，这样子告诉自己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探讨的一个也是蛮重要的脉轮之一，就是我们的眉心轮，也就是直觉中心，它位于我们的额头后方
头部正中心的位置，然后连接着我们所谓的第三眼。它的颜色是靛色，它的符号呢是双瓣的莲花。第三眼呢，其实它位于我们两眼中间的内在，是我们心灵的洞察之窗，就有点像是肉眼是大脑的认知工具一样，但是第三眼呢，是让我们看到超越物质世界的内在图像跟洞见哦。很有趣的是，在梵文中啊，眉心轮其实它有意指着觉知跟指挥的意思，代表它这种双重特质。那透过觉知呢，去获取了一个意象之后呢，再利用这个意象呢，去影响你的现实。那当我们保持一个清晰的意象的时候呢，它就像一个彩色玻璃一样，让你的意识之光穿透，然后让你的现实显现出我们想要的观想。对，像有些人不是会说，你如果要显化啊，怎样显化最快速，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视觉化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第三眼的方式啊，想象有一个布幕投影出来，然后那些我们想要的都已经在上面显现出来了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内在的荧幕，然后储存了无数个意象，透过我们的视觉思考，还有创造性的想象，去把它投幕出来哦。眉心轮啊，它就会掌控跟我们直觉啊，或是一些智慧啊，还有一些视野有关，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去看见事物的本质。当我们眉心轮平衡的时候啊，我们的洞察力就会特别的敏锐，那更能看到问题的真相。或如果眉心轮失衡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些迷茫，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做决定或决策，甚至啊会感觉到一些焦虑。那眉心轮失衡啊，你猜看还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身体症状呢？我在想，可能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的眼睛，所以我视力可能会很模糊。对，它影响到我们的视力，但不只是视力，也有可能会是像头痛啊，现在可能会偏头痛，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。保持眉心的平衡啊，就可以让我们的判断力更好以外呢，还有我们的头脑也可以更清晰哦。像这个脉轮啊，它的开放的程度啊，其实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视力跟凝视能力哦。我们能看到多少，看得多清晰，都跟这个相关。所以很多人在说开第三眼，指的就是把灵视力打开。那拥有灵视力的人呢，他不仅能看到灵气、脉轮和星光体的细节，也能预见未来事件，或是远距离观察到其他地方的情况哦。像我有听人家说啊，怎么样去增强我们的灵视力啊，就是也可以闭上眼睛，然后去观想，就是家里的状况，就是想象我在厕所，可以观想你家里厕所的样子，然后它是有哪些摆设，好像也都可以提升我们的直觉力，还蛮有趣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讲到水晶，有哪些水晶是跟眉心轮有关？那我们刚刚提到它是跟靛色有关嘛，所以像有些青金石啊，或是星光蓝宝石啊，或像苏居蓝石啊等等这些深蓝色、靛色或是紫色的水晶，它都可以去调整这个脉轮，增强我们的灵性和直觉啊。就可以建议大家在冥想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握着它们，或是啊，你可以躺着，然后把水晶放在我们就是眉心轮，它会有助于我们去加深我们对内在的一个觉知哦。那眉心轮的平衡啊，也可以让我们的心灵更敏锐，还有生活更有智慧。在眉心轮失衡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跟自己说：我能清晰的看见事物的本质，我拥有很好的直觉力，我有清晰的洞察力。那这句话来告诉自己哦。最后呢，我们来探讨的就是顶轮。顶嘛，就是位在我们头顶，是我们的灵性中心，它是跟我们更高的智慧啊，还有宇宙的连接有关。因为你会觉得顶轮就像天线一样，所以跟连接有关。对，它的颜色啊会是紫色或是白色，它的符号啊是千瓣莲花，它是接触我们更大的意识场的一个纯粹的入口。顶轮的作用啊，便是真知，就像其他的脉轮，它是负责感知、沟通、爱、行动、感受或拥有一样。那透过顶轮，我们可以接收来自无限意识场的一些资讯，并经由其他的脉轮作用啊，我们可以将这些资讯啊、讯息啊转化和表现出来。顶轮其实就是我们的灵性成长和自我实现的关键点。当顶轮的能量平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感觉到内心祥和，对生命充满信任，感觉和宇宙呢是和谐的连接。但如果顶轮失衡的时候啊，可能会让人家觉得有点迷失，甚至失去人生的意义跟目标，产生一些忧郁，或者是没有能力在学习上。不过像有些人啊，如果说是顶轮的部分啊，都过于活跃，有些时候啊，可能会反而让我们好像有点飘在天空中。因为像我就有遇过一些个案，他们是顶轮比较活跃，
的时候啊，他就觉得说，哎，对，好像很多的想法，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哎，像是跟外太空啊去连接到，所以这时候平衡就会很重要哦。再来就是顶轮的失衡啊，它也会常常带来一些慢性的疼痛，或是一些神经系统的问题，它也会去影响到睡眠的品质。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顶轮保持很清明的，它可以帮助自己啊，在日常生活中去找到很深层的平静还有智慧哦。接下来想要问的是，有哪些食物是可以支持我们顶轮的健康呢？因为顶轮跟眉心轮主要连接的都是我们的精神状态，所以其实很难去推荐什么样特定的食物。事实上，这两个脉轮最相关可能就是断食，而非某一种食物。像我们单靠吃肉也不会让我们自动接地，光吃蔬菜也不会让我们打开心轮。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要维持到我们脉轮之间的平衡，和其他脉轮带来的能量，如爱啊、力量啊、更高的意识，也能降低我们对于食物的需求，然后让我们感到更加的满足和平衡。因为这个脉轮呢，它其实也是连接我们的觉知意识，它其实就像一个心灵舞台，各种情绪啊、念头啊都在这里上演，不管是快乐或悲伤、激动或平静，其实我们都是观众。但有时候我们会过于投入，你知道吗？忘记自己只是一个剧中的角色，而忘了现实。顶轮呢，就会提醒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觉察，让我们自己退一步，看清这一切的本质，欣赏这场意识的话剧。太过忘我、太过投入的时候，先让自己适当的抽离还蛮重要的。像顶轮啊，它我们刚刚提到的是，就是它的颜色是白色，所以说有时候像一些白色水晶啊、透石膏啊，或鱼眼石、白水晶，或是像白玛瑙啊这些，然后或是像是紫色的水晶，像我们讲的紫水晶。也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来使用的哦，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灵性啊，还有能量上的一个清晰。那紫水晶的话，可以提升我们在直觉上面灵性的一些智慧、一些连接。另外建议是在冥想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白水晶或是紫水晶，你可以放在你的头顶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可以更去引导我们啊，进入更深层的平静状态下哦。顶轮的能量稳定的时候啊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一些生命的意义，还可以增强我们跟宇宙啊，或是一些高等频率的一些连接。失衡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自己对自己说：“我活在当下哦。”脉轮的平衡，它当然不只是我们这样集所说的方法。那有些人呢、甚至他们会搭配一些精油，或是通过冥想，只要是能让你感觉这个是有用的，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棒的工具。今天探讨了心轮、喉轮、眉心轮和顶轮这四个脉轮对我们的情感啊、沟通、智慧和灵性都非常的重要。希望大家对这脉轮的意义和调理有更深刻的一个理解哦。这上三轮和心轮啊，它不仅是影响我们的心灵的平衡，它也和我们的灵性成长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保持它们的平衡啊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内在的和平，还有增强我们自我成长的一个动力哦。那脉轮的调理啊，不一定是很复杂，像我们这边讲的就是饮食方面啊，或是一些简单的为自己说几句话啊，这也是很棒的开始。那我们的生活上日常习惯都可以一点一点去提升我们的能量。这些小小的改变啊，日积月累下来就会有大大的影响啊。希望大家都可以从今天的分享啊，找到一些灵感，开始为自己的心灵健康和灵性成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。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的话，别忘了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别忘了还要开启我们的小铃铛通知哦，上传新影片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咯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那希望每一位观看我们影片的观众呢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内在平衡和力量。我们下次见喽。拜拜。拜拜。